今天通过在 Zoom Note 里创建手账来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 App 的部分功能。打开 Zoom Note， 打开我的 Plan 笔记本，在右侧纸张栏设置中点击最下方的设置，然后调整纸张颜色为白色，背景为方格。接下来打开图形工具，设置图形属性，勾选矩形，添加边框，取消填充，然后拖拽出宽7格、高6格的方框，长按方框调出更多操作，点击拷贝，再到需要粘贴的地方长按空白处，在调出的更多操作里点击粘贴，这样在第一行画出4个方框，然后用选框工具选中4个方框，如此它们就成为一组，长按拷贝，再把它们粘贴到需要的位置，这样每一个方框代表一个月份。接下来点击图层工具，将该图层命名为框，点击上方加号，再新建一个图层，命名为图标，然后在事先自己调配好的笔刷工具栏选择黄色笔刷，调整笔刷粗细，在第一个方框上画线，再用选框工具选中横线，长按拷贝，将其粘贴到每一个方框上。全部调整好后，在笔刷栏选择要用的黑色，调整笔刷透明度，然后在这里分别写上1月到12月。写好后，再次调低笔刷透明度，用极浅灰色在方框里依次写出1月的31天。然后打开图形工具，选择图形，勾选对称，取消添加边框，勾选填充，调整填充颜色，选好颜色后点击保存，如是依次调整接下来用于12个月份的12个颜色。Zoom Note 自带的调色盘分了 RGB、HSV 等5种调色方式，使用起来非常方便。我根据12个月份给人体感的不同调出12色，这样打开手账封面时就会非常直观。现在图形工具里，接下来我要用到的12个圆形的颜色已经调好。点击第一个颜色，然后缩放文档至需要大小，在1月份旁边画圆，调整位置，然后长按图形，调出更多操作选项，点击复制，然后长按第2周旁边空白方格，就会调出更多操作选项，点击粘贴。重复这样的操作，在12个月份的每一周旁边都画上这样的圆。当完成1个月份的7个圆时，可用选框工具将它们整体选中，再进行长按复制粘贴的操作，这样会方便很多。Zoom Notes 提供了极大的可操作性，笔记自定化程度非常高，能极大满足人们做笔记过程中的众多需求。现在要根据月份特色调整每一月份旁边7个圆圈的颜色。刚才已经调好的12个颜色，此时就派上了用场。想将圆变成什么颜色，需要先到圆形工具里选择那个颜色的图形，然后用选框工具选中这7个圆，在调出的更多操作里选择其他，在其他里选择应用样式选定，这样圆圈就变成了我们刚才选择的颜色。其他几个月份依次重复这样的操作就可以了。然后在右侧纸张设置栏中点击添加纸张，接着如视频开始一样调整纸张颜色与背景。接下来要制作周计划页，
打开图形工具，选择矩形，取消对称，打开添加边框，取消填充，调整边框颜色为灰色，边框粗细为默认的 0.8 就可以。然后在笔记页拖动矩形到适当位置，接着长按、复制、粘贴。这样1周7天的大致轮廓就出来了，每天占用一个矩形框。然后打开图形工具，将边框宽度调整为 0.4， 然后调整颜色，选择 1.0 调色模式，在 RGB 方框后分别输入 0.664， 调出一个浅灰色，然后拖动矩形到笔记页适当位置。接着再将边框宽度调整回 0.8， 然后再画4个矩形框，完成周计划页的框架。接着打开图层工具，添加一个新图层，命名为图标，将背景色调整为亮色。操作会看得更清楚些。接下来打开图标分类工具，点击 Group 组，将每日 To Do 重命名为月份。这个组里放的就是刚才我所调的那12个不同颜色的圆形。然后点击下面的 Untitled， 将其命名为时间。接下来我要再调7色圆圈，其中4色用来区分一天的24小时。其余3色分别用来标记周习惯、周计划和名言警句。颜色调好后，根据需要摆放圆圈位置。接下来竖排的24个方格，每6方格依次表示早晨、上午、下午和晚上。分别用淡蓝色、淡紫色、深紫色、深蓝色4色圆圈来区分时间段。复制粘贴方法前面已经详细展示过，所以这里就略过不说，加快演示速度。周习惯用黄色，周计划选用橘色，名言警句用墨绿色。接下来打开图形工具，选择方形，勾选对称，将绿色填充改为黄色，然后在每日方框的右上角拖拉一个黄色矩形块，用于标注日期。OK， 现在每一天的方块都画好了。接下来用黄色笔刷在页面左上角画一条横线，用来写周日期。Zoom Notes 和 Notability 一样，画线条时停留一会儿，曲线就可以变成直线。用这个 App 做笔记还是非常便捷的。然后打开图标工具，工具箱里导入的图标可根据自己需要分组。这里我就建了一个系统组和链接组。选择一个我事先下载好并插入 Zoom Note 的返回首页的图标，就是这个小房子。然后把它拉到页面的左上方，用于后续制作跳转至首页的链接。接下来先跳出手账制作，额外展示一下如何在 Zoom Note 的符号工具里创建自己需要的图标库，或者说素材库。这样我们无论在做笔记还是做手账时，都可以快速调取我们自己喜欢的素材。这个功能呢比较像 Zinnia， 只不过 Zinnia 里是官方制作好的各种素材，而 Zoom Notes 里则是我们自己制作的素材。首先到各种素材网站里下载自己需要的素材，比如这个 Icon Font， 就在这里点击 Duck 吧，然后选择房子这个图标，这里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颜色，接着点击偏激下载，然后点击分享保存至相册。打开 Zoom Notes， 滑到一个空白页。由于 Zoom Notes 里内置的工具非常多，但是左侧工具栏只能展示5个，所以要先调出需要的工具。
长按工具栏任意工具就会显示出一个大工具箱，里面是 Zoom Notes 的所有工具。点中需要的，它就会替换下工具栏上那一个。我现在点击图片，它就和符号工具进行了替换，这样我就可以通过图片工具来导入相册里的图片。点击刚才保存的 PNG 图片，然后长按，在调出的更多操作里选择左侧的其他，然后下拉至最底端，选择 Create New Symbol 创建新符号。打开符号工具，它就进入了符号工具箱，这里可以对所有符号进行分类。现在我要把它放入我的跳转文件夹里，只要点击下方的 Select， 点击移动，选择跳转文件夹，再点击完成就 OK 了。Zoom Notes 里的所有符号有2种分类方式，一种是刚才展示的按文件夹分类，另一种是接下来要展示的按组分类。点击这里就会出现符号组，点击面板里的加，创建一个组名称为常用符号，点开该组，点击组内的加号，这样这个房子的图标就被放在该组里。使用时，我们既可以到文件夹里找到它，也可以到组里选择它。二者的区别只在于位置不同，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这里，习惯哪个就用哪个。在 Zoom Notes 里，万物皆可为符号，不仅导入的素材可以 Create New Symbol， 手写的任何内容都可以创建为符号使用。比如我画一个月亮，然后再加一点云彩，用选框工具选中它，同样长按选择 Create New Symbol， 这样我就把它加入了符号工具箱。把它移入我的手账文件夹，点击选择移动到手账，想用时选择该符号，在笔记本需要的位置点击它，它就会出现在那里，非常方便。如果你爱画画，爱创作手账， Zoom Note 简直就是一个手账神器。OK， 展示完了如何创建自己的符号库，接下来回到之前的手账页继续创建。选择灰色笔刷来标注该页手账记录的是1月的第2周，即1月3号至1月9号，然后标注每一天的日期。接下来再把24小时都标注一下。然后建立一个跳转到首页的链接，操作如下：长按房子图标，在调出的更多操作里点击其他，点击 Add a Link 添加链接，然后在添加链接的面板里选择页面，点击不挂。这个汉语翻译真的是醉了。Zoom Notes 哪儿都好，就是这个汉译绝对是硬伤。那我们就点击不挂，然后点击第15页，这个就是我2021手账的第1页，接着点击行。这个翻译实在是太逗了。在 Caption 这里，默认显示的是要跳转到的那一页，不过这里我们也可以对其重命名，比如我将它重命名为首页。这个就是跳转链接按钮，调整一下它的位置，缩放到完整画面，点击这个跳转按钮，它就跳转到了首页。接下来再用同样的方法，在这里建立一个跳转到1月第2周，就是刚才制作的那个页面的链接，将这里默认的 Page 16改成2，然后把这个跳转按钮拖到这里就可以了。点击，这样它就跳转到1月第2周。再点击右上角跳转链接，它就又回到了首页，跳转到1月第2周。接下来再创建一个新图层，命名为手写，将图标和框这2个图层锁定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需要分别调整每一图层而不影响彼此。然后利用 Zoom Notes 的子页功能来写日记，非常方便。点击右侧这里就会创建一个子页，
接下来我要给它画些背景，将它变成一个看着尚可的日记页。调整子页背景和纹路，然后点开图形工具，选择矩形，填充改为黄色。接着就创建一个黄色的背景框。现在打开图层，将当前图层命名为框，再添加第二个图层命名为图标，再添加一个图层命名为手写。接着将图标图层设为当前图层，然后点击符号工具插入这个小图标，然后再手写一个 diary。这里先暂停手账，插入一下 Zoom Notes 手写版的展示。它可以调节大小，这4个按钮可以调节红色区域的位置。我们可以在手写板上调整参考线的位置。双指可以直接缩放手写板上的内容，这些都使得在手写板上书写非常灵活。值得一提的是 ，Zoom Notes 可以无限缩放而不影响清晰度。现在大部分笔记 App 没有这一功能，这也意味着它能够让我们的笔记无限精细。接着再回到手账制作，锁定第一、第二图层，打开手写图层，就可以在上面写日记了。点击这个按钮，就会回到插入子页的地方。这篇是3号的日记，所以调整子页大小，把它放到3号位置。子页也是可以复制的，如果只想复制其中一个图层，可将另外图层可见关闭，然后长按复制粘贴即可。这里我就将3个图层都复制出来。打开复制的子页。因为我想改变日记页背景框的颜色，所以将框设为当前图层，并将上2图层的可见关闭。然后打开图形工具，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，绿色吧。然后用选框工具将黄色区域选中，长按它，在调出的更多操作里点击其他，接着点击应用样式。这样就将刚才的黄框变成了绿框。这时再将刚才关闭的图层打开，它就成了这个样子。再点击右侧返回按钮，回到主页，第5天的日记就可以放在这里。接下来制作几个不同颜色的箭头来标注每天所做的事情。将图形工具替换为箭头工具，打开它，新建一个组，命名为作息。然后来设置箭头属性，选择在开始和底部都有箭头，取消满箭头，调整箭头大小，调整透明度，挑选颜色，点击保存，这样它就保存在我们刚建的作息组中。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后面几个箭头。黄色特指冥想，绿色指代运动，灰色代表休息，紫色意为学习。一切准备好后，就在3号时间轴里标注下一天的内容。在这里记录下周习惯。
这边记下名言警句。这次通过制作手账，稍稍展示了 Zoom Notes 的部分功能。它可以让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配任意颜色、图形、符号，以丰富好用的功能将我们心中的笔记或手账自定出来，既有成就感又符合自己的使用习惯，确实非常好用。好啦，快去用 Zoom Notes 开发你自己的手账吧，拜拜。